从来没见过这么变态的一幕。男人被800度的蜡油不停地淋在身上，之后就被做成了栩栩如生的蜡像。本以为这已经足够恶心，没想到这里竟全部都是这样的蜡像。而事件的起因不过是幼时的分离手术，手术让弟弟的脸部严重毁容，从而导致他长大后心态扭曲，不停地杀人。他不仅会猎杀过路的游客，甚至还把镇上的居民屠戮殆尽，并且同样做成了生动的蜡像。可明知道这么危险的地方，却仍有几个不长眼的小年轻来此露营。谁知就在几人兴奋之际，头上竟飘来了一阵阵的阴风，一股难以忍受的恶臭瞬间扑鼻而来。与此同时，一辆神秘的汽车又闯进了营地。然而不管他们如何呼叫对方都没有理会。这时暴脾气的尼克直接一酒瓶砸烂了车灯，可即便如此，车主仍然无动于衷，他只是停留了片刻就识趣离开。小年轻见状都露出了满意的笑容，殊不知危险也已经悄然临近。就在半夜所有人都熟睡之际，一个诡异的身影悄悄摸进了营地，只有卡莉察觉到室外的动静，但他走出帐篷却又什么也没发现。直到次日，韦德才看见汽车的皮带已经被人剪断，可同伴还不以为然地嘲笑他的8手小破车。而在树林窝尿的妹子也发现了离奇的怪象，昨晚那股恶心到爆的臭味再次传来。这次没忍住好奇的卡莉决心一探究竟，哪知还没走上几步，眼前居然堆满了动物的尸体。还没冷静下来，他又发现了尸体中的手臂。犀利的尖叫很快就引来了其他的同伴，男友韦德以最快的速度将他扶起，小年轻也终于看到了那股恶臭的来源之地。就在这时，一辆汽车也来到了这里，老头同样是来丢弃动物的尸体。他们立即提醒老头有只露出来的手臂，老头也是个狠人，完全不顾腐烂的尸体来到了手臂旁。可当他拔出来，众人才发现原来是假的。得知虚惊一场，韦德便询问对方哪里有加油站。老头说距离此地不远处的小镇就有，并且还非常乐意带他们前去。恰好这时其他几人都要赶去看球赛，因此韦德只好与女友一起赶往小镇。奇葩的是，老头行驶的道路居然是断掉的，不过老头却说小镇已经在前面，我们下车切换4轮驱动就能过河抵达。但此刻的小年轻已经有所怀疑，于是便提出我们自己走到镇上。看出两人的心思，老头瞬间满脸阴狠，随后便怒气冲冲地让两人滚蛋。就这样，他们如愿以偿地下车徒步前行。好在没走多远就见到了前方的小镇，谁料小镇荒凉无比，寂静的宛如一座死城。虽然他们找到了老头说的加油站，但里面同样空空荡荡的，并没有人影。不得已，他们来到了镇上的教堂，可刚开门就见到了里面正在举行的葬礼。意识到有点无理，两人赶紧退出室外。没想到教堂里的男人波比竟然追了出来，在得知他们的困惑后，男人非常乐意帮忙，于是便让两人先去加油站等候。恰好途中经过蜡像馆，他们便决定参观一下。刚来，韦德就发现整栋房子居然都是用蜡做的，内部更是布满了形形色色的蜡像，可他们却一个都不认识。按理说蜡像不应该都是名人吗？这时卡莉发现墙上的简介，原来蜡像馆是一个名叫杜蒂的雕刻师创办的。随后又发现很多作品都标注着纹身的名字。忽然一面沾满灰尘的镜子吸引了他。What is it? I just saw someone. 突然出现的人影让卡莉颇为吃惊，韦德见状连忙出去查看，而再次看着蜡像，卡莉已经产生了莫名的恐惧。随着一路探索，他又来到了厨房，也不知道是不是错觉，他恍惚中又听到了奇怪的击打声。然而就在这时，频繁出现的怪事终于让他不再淡定，他宛如野兽一般冲出室外。见到女友如此惊慌，韦德也只好一起离开。他们回到了约定的加油站，但不管如何寻找都没有适用的皮带。好在这时波比出现，波比说自己家里应该有合适的配件。就这样，他们前往了波比的老宅。途中，波比告诉他们文生就是杜蒂的儿子。到达后，韦德跟随对方一起进入，卡莉则在室外等候。趁着对方拿货期间，韦德开始四处闲逛。可令他惊讶的是，屋内不仅浸泡着许多动物的尸体，甚至墙上都摆满了诡异的面具。而此时在外等待的卡莉忽然有了惊恐发现，眼前的汽车不正是被尼克砸掉大灯的那辆吗？意识到危险，卡莉连忙狂按喇叭提醒男友。谁知在声音传出后，韦德的灯光突然熄灭，于是他便打算离开房间。哪曾想此刻的房门已经被人锁死，而他的身后则出现了一张诡异的人脸。接着对方又缓缓地伸出一把剪刀，下一刻就剪断了韦德的脚筋。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他完全摸不着头脑，他压根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他只能下意识地拿起工具反抗自救，但受伤的脚腕又让他连站立都难以做到。可他又不得不忍着剧痛强行起身。就在他想要努力看清是何方神圣时，不久后，波比走出室外，没有见到男友卡莉，瞬间感到不妙。他立即上车，把车内的门窗反锁，然后说：“你就是那晚出现的人。”得知身份已经暴露，波比也不再伪装。争斗期间，卡莉的手机不慎掉落车内，眼看着就要被对方拖走，卡莉直接打响汽车挂起档位，再用手掌拍下油门，汽车瞬间急速冲出。
甩掉对方后，卡莉立即调整身姿，重新掌控方向，再次踩下油门，不料用力过猛，后轮直接甩到了桥外，轮胎也因此悬在空中，这让他不管如何使劲都难以挪动汽车分毫。然而时间并不等人，在打开车灯的那一刻，波比又出现在他的前方，危急时刻他只好从后排窗户爬出车外，之后不顾一切地逃离这里。与此同时，韦德被一个长发男拖进了地窖，长发男先给韦德来了一针镇定剂，然后在脸上涂抹一些透明的液体，接着再盖上特制的抹布，最后猛地一撕，韦德的脸蛋瞬间光滑无比。虽然动作比较粗鲁，但不得不说极为有效。做完这一切，韦德就被戴上一个奇怪的面具，而他接下来发生的便是开头所说的事。另一边，在逃离的卡莉又回到了小镇，他第一眼就看到了那所宏伟的教堂，可当他闯进教堂大声求救时，里面压根就没有任何回应，直到他来到跟前才露出了满脸不可置信，原来里面坐着的全是诡异的蜡像。高度紧张的他又不慎撞掉一条手臂，手臂的血丝瞬间吓得他大惊失色，没想到蜡像居然都是真人。随后他又见到了葬礼的主人，不料这时波比也追到了此地，听到声音他连忙再次躲避，等到波比进来，卡莉早已不见了踪影，可地上的断臂却告诉他对方并没有走远。而躲好的卡莉听到波比的对话才知道，原来棺材里的人就是他的母亲杜迪，那么蜡像馆的纹身与波比就是两兄弟。不曾想这时波比竟然找到了他的位置。很可惜，这次命运没有眷顾卡莉，还没跑多远就被波比压在身下，随后就被扛回了加油站。来到地下室后，又被强行绑在了椅子上。谁知这时尼克与道尔顿竟找到了加油站，听到叫声，波比连忙堵住卡莉的嘴巴，并且还利用匕首威胁。面临生死，卡莉也不得不保持沉默，而尼克两人也因此退出了加油站。只是卡莉就惨了，老变态居然还用502把他的嘴巴封上，之后才大摇大摆地离开地下室。不料刚上来就见到了还在找人的尼克，而下方的卡莉也听到了尼克的声音。为了能让尼克注意到自己，卡莉想方设法起身站立，最终成功伸出一根手指到地面，只是万万没想到竟被波比先一步发现，并且还迅速挡住了尼克的视线，接着便利用剪刀一把剪断了卡莉的手指。卡莉瞬间痛得撕心裂肺。很可惜尼克并没有注意到这一切，就在尼克准备离开时，卡莉忍痛撕开被粘住的嘴唇。果然暴脾气的人战力也一般不拉胯，尼克成功闯进了地下室，看着断指的卡莉，尼克也痛心疾首，还好自己没有离开得太早。另一边的道尔顿找到了蜡像馆，并且还在馆内见到了同伴韦德，但此刻的韦德却神情呆滞，察觉到异样，道尔顿试探性地伸出手指，哪知韦德的脸蛋竟然是烫的，脸上也不是皮肤而是蜡油，他连忙帮助韦德撕下蜡油，结果发现兄弟的皮肤早就没了，韦德也被他整得眼泪直流。就在道尔顿撕得起劲时，一个黑影出现，好在他及时反应过来，躲掉了致命一刀，可惊慌失措的他并没有做出有效的反击，还被追上来的长发男一把推下了地下室。而逃脱的卡莉连忙告诉尼克，镇上的人都死了，他们都被人做成了蜡像。听完，尼克也难以置信。这时卡莉忽然想起之前看到的人影，于是他便带着尼克一起前来求助。不料尼克刚靠近窗户，原来对方同样是蜡像，只不过是装了机关自动拉开窗帘而已。事已至此，尼克终于相信了卡莉所说的话。与此同时，危险来到了镇外的营地，一个模糊的黑影闯入帐篷，正准备睡觉的佩姬还以为是男友小黑。慌乱中，佩姬逃出了帐篷，倒霉催的是一逃跑就摔倒，还恰好见到了先走一步的男友，而后面赶来的长发男还不忘补上一脚。很快佩姬就逃进了一个废弃仓库，并且顺利地躲到一辆废弃的车内，本以为已经足够安全，没想到下一刻就出现了长发男。好在佩姬反应够快，用铁棒击退了对方，之后立马下车重新躲到了另一辆车旁，但突然的安静又让他忍不住悄悄抬起脑袋。就这样，整个队伍只剩下了卡莉与尼克。为了自保，尼克毫不犹豫砸碎了一家商店的玻璃，然后从模特手中取下一把公弩。可就在这时，波比出现，并且还手持猎枪对着两人疯狂乱射。慌乱中，他们闯进了一家电影院，电影院里同样坐满了蜡像。等到波比追进来，两人早已不见踪影，只是细看才发现，原来卡莉也伪装成了蜡像。但经常接触蜡像的波比很快就认出了他。还好暗处的尼克打中了对方，两人连忙马不停蹄地逃出影厅。虽然波比又补了一枪，但还是没有打中。等他再次追来，尼克早已等候多时，干掉了波比。两人又来到他的房子，
因为他们也不确定韦德与道尔顿是死是活。而韦德自从进入房子后就从没有出现过。尽管两人都认为同伴已经凶多吉少，但没有见到尸体前，他们也不想轻易放弃。于是他们便偷偷摸摸地闯进了房子。进去的第一时间，卡莉就尝试拨打电话，可这样的情况很明显是不可能打通的。随后，卡莉又见到了几张破旧的报纸，还有几张文生与波比小时候的相片。原来两兄弟出生时竟是一对连体婴，可儿时的分离手术却导致弟弟文生严重火。为此，文生自小就受尽了同龄人的嘲讽，这才导致长大后他变得极度疯狂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声音传来，两人迅速躲到隐蔽之地。没想到来人竟是先前的波比，对方不仅没死，还回到这里。与此同时，室外又来了一阵亮光，来到窗前的卡莉瞬间大惊失色。车上的尸体不正是营地的同伴吗？而长发男下车那一刻，卡莉下意识的连连后退，她的身体不由自主的颤抖，仿佛此刻的她置身于无尽的噩梦深渊。而看着波比临近的脚步，她唯一能做的就是趴在地上默默祈祷，好在对方没有发现她的存在。随后趁着波比离开，卡莉又来到了楼梯处。就在这时，尼克突然出现，抱住了她。原来尼克发现了一个地下入口，哪知没走多远，前方就变成了漆黑一片。不得已，尼克只好尝试墙上的开关，没想到这里竟控制着整个小镇的电源。恰好这一幕又被两个变态兄弟发现，但尼克并不知情，他们现在只想离开这里。有了灯光，尼克两人便一路闯关前进。来到内部的房间，他们终于发现了道尔顿，可现如今同伴早已被蜡油铺满了全身。尼克见状连忙要救出兄弟，谁料在他接触面具的那一刻，道尔顿的头颅居然直接断开。就在两人伤心之际，一个黑影急速逼近，不过他们也察觉到了危险。看着赶来的长发男，尼克率先出击，他抄起眼前的家伙就砸向对方，哪知长发男顺利躲过，并且还成功划伤尼克。与此同时，卡莉也不甘示弱，但力量上的差距让他仅仅坚持了片刻就被甩到了一边。好在这时尼克恢复了过来，并且还顺利将其按在了角落，接着又一个潇洒的侧翻将其打趴。完事后立即拉起卡莉离开，临走前还把高温蜡油全部倒出，熊熊烈火瞬间阻挡了长发男的去路。但也正因如此，整栋房子都开始融化。随后两人顺着通道一路逃离，谁曾想刚出来就见到了被做成蜡像的韦德，紧接着又看到了波比。想到兄弟惨死，尼克的荷尔蒙彻底爆发。见到尼克处于弱势，卡莉连忙一棒子砸向波比，不料竟被对方一拳就送到了10米开外，直接晕厥。然而更加糟糕的是，随着火势逐渐增大，整栋房子已经危在旦夕。而卡莉被干晕后，尼克的小宇宙也开始爆发。但经过几轮交锋下来，尼克还是不敌对方。可就在波比要彻底掐死尼克时，尼克再次反击，捏住波比的伤口，剧烈的疼痛让波比瞬间处于劣势。尼克也成功将其按在地上疯狂暴打。眼见尼克即将反败为胜时，波比竟掏出匕首一刀刺向他的大腿，然后便强行一脚将他踹开。本以为尼克就这样来到了结局，不料波比刚爬起来又被人一棒子打趴。然而波比刚刚饮恨那个长发男又出现了，见到如此恐怖的面相，卡莉瞬间心头一紧。而看着哥哥惨死，长发男也露出了漫天长笑，他阴冷地看向卡莉，卡莉瞬间意识到不妙，但没了退路，他也只能逃往楼上。长发男则在身后步步紧逼。来到楼上，卡莉闯进了一个房间，然后连忙推来婴儿车堵住房门，谁知蜡墙压根无法阻挡对方那锋利的尖刀，更何况房子还在被大火无情的烘烤，本就不硬的墙壁早已软得像朵棉花。仅仅片刻，长发男就破开墙壁闯了进来。看着眼前恶心的玩意，卡莉是真的怕了，他只好试图劝说对方不要一错再错，但这东西都杀穿全镇了，怎么可能还会听劝？好在尼克犹如天神下凡再次出现，并且又成功把长发男按到了床上。可本就受伤的他哪里能够匹敌对方，很快就被长发男起身压制。不过他却意外掀开了对方的面具，一张恐怖如斯的脸蛋出现，而丑陋的外貌也更加激发了对方的怒意。听到呼唤，卡莉连忙回到房间，在得到尼克的授意，他强行拔出腿上的匕首，然后一刀捅穿长发男的腰子。接着尼克便一脚将其踹飞。也在这时，房子再也无法承受他们的重量。好在两人掉在了走廊上，但不断融化的蜡油也在不停的逼近。与此同时，房子的外围也开始融化崩塌，而室内卡莉两人也即将到达绝路。生死时刻，卡莉摸到了墙壁，一个惊人的想法瞬间回荡在脑海。他们开始用手拼命的挖，尽管现在已经时间不多，房子底部甚至还发生了爆炸，但好在软绵绵的蜡墙给了他们一线生机。经过不断的努力，他们终于挖出了一个洞口。就在他们探出脑袋那一刻，室内恰好没有了立足之地，而整栋房子也开始迅速下沉。好在到达底部时速度有所减缓，这才让他们幸运的逃过一劫。随后宏伟的蜡像馆便在耀眼的火光中消失殆尽。次日，警方根据火灾找到了这里，尼克与卡莉也被 FBI 送出小镇。然而这时警长却接到一个电话，电话里的警员告诉他，经过调查，当年的杜蒂其实生下了3个孩子。与此同时，卡莉又见到了最初遇到的老头，老头的笑容仿佛认识多年的老熟人。